中州音的发音对于管辖区的大部分人来说并不难，其中一些比较难的发音也可用其他简单发音代替。因此，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洪武镇语文的声母、韵母、音调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会附赠一份字表，希望看官能用学到的东西自己查询中州音的发音。首先是声母，第一组中唇音，从右到左，依次是八、啪、啪、吧、嘛。这其中第三、第四、啪、吧是全浊音，全浊音在管辖区很少见。其实，即便是明清时候、明朝、清朝，管辖区能够读出全浊音的人也不多，因此很多人用帮旁把啪正常的把啪代替他们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第二组天唇音，发、哈、va，其中哈第二个，它也是全浊音。如果完全不读全浊音，可以用正常的发，就是第一个声母代替第二个哈。下一组舌头音，从右到左，哒、他、他、da、那。同样，全浊音，它可以替换成正常的清音，它da可以替换成正常的清音da。齿头音，za、ca、ca、za、sa、sa。全浊音在这里有三个，ca可以替换成清音ca， za可以替换成 za， sa可以替换成 sa。正齿音现在又称之为卷舌音，卷舌的程度可以如同现代的北京话，又可以介于北京话与英语的 z、ch、sh、r 之间。正齿音从右到左，接、切、切、接、写、写。其中全浊音有三个，切可以用切代替，接可以用接代替，写可以用写代替。
哑音，也就是舌根音。嘎、卡、卡、嘎、ngọ，其中卡、嘎分别可以用清音卡、嘎代替。第五个ngọ是一个后鼻音声母，它在北京话当中不存在，在南方以及西部的某些官话当中能听到。最后几组声母啊、哈、哈、呀、啦、ra，其中第三个哈是全弱音，可以用它旁边的哈代替。第二个声母哈也可以读作哈。之后是韵母，从左到右，依次是啊、我、啊、呀、哇、耶、约、乌、语。下一组韵母 i、y、y、耶、喂、一，其中耶是一种很保守的读法，在大部分时期，大部分人是这样去读作一的这个韵母。如果读作一，就与最后一个最左边的一相同。下一组凹、摇、腰、o、有，其中第二、第三个摇、腰在洪福正韵中是两个韵母，是不同的，但是在后来的很多韵书当中，这两个韵母都是不区分的，合并为同一个韵母，所以如果无法区分腰也是可以的。下一组后鼻音 ang、yang、wang、ing、weng、yung、用，要注意第六个 weng 同第八个 这两者在中浊音当中是两个不同的韵母。比如说红颜色的红同红带的红是不同的，又要注意第七个用，这个韵母在现代北京话当中不存在，中浊音有这个韵母用，它不同于最左边的用。下一组，这组全是入声韵，
wok, yok, ức, yik, wak, yuak, uk, yuk。注意，入声字、入声韵在结尾的时候气流忽然停止。下一组前鼻音 on, won, an, wan, yan, yen, yuan, in, ân, won, yun。注意第五个与第六个，它们是 yan、yen，这两者在北京话当中不区分，中州音中必须分清这两个音 yan、yen。下一组又是一组入声韵 ot, wok, at, wat, yak, yet, yet, it, ut, ud, yut。这组入声韵结尾的时候，在最保守的口音当中是以舌尖抵住上颚停止气流，但是应该即便是在明朝，大部分人口语当中也是以声带封闭停止气流的。如此就是我、哈、哇、呀、耶、月、一、五、有。下一组闭口韵 yam, yem, yim, up, yap, yip, ip, up。最后五个又是五个入声韵。这组入声韵虽然在洪武正韵当中是闭口入声韵，它在结尾的时候用双唇紧闭停止气流，但是即便是在明朝，大部分人口语当中，他们是用声带闭合停止气流的，就是啊、呀、耶、一、最后是声调，中州音的声调接近现代西南官话西南官话的声调。从音频开始，从右往左，依次是啊、哈、啊、啊、啊。最后两个是入声韵、入声调。入声在结尾的时候，气流忽然停止。在洪武正韵一韵当中，结尾的时候是 up、at、up， 第一个 up
是以双唇紧闭，停止气流。第二个是以舌尖抵住上颚，停止气流。第三个是以舌根抵住软腭，停止气流。但是在洪武正云译训当中记载了一个系统，叫做缩音。缩音是当时口语当中的发音。缩音当中，入声韵只有一个结尾的方式，就是以声带闭合，停止气流。最后，这里是一个中浊音发音字表，以供查询洪武正韵中所收录汉字的发音。感谢观看。